好，来看看今天我了啊，又是给大家伙解说这个暴风小子系列作品啊。这个暴风小子为什么说这个我狼啊，这个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呢啊？因为这个作品啊是摒弃了他妈的好多动作游戏。我怎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很多这个动作游戏啊，都是那个有一个主线剧情啊，什么父亲救女儿啊，什么那个男朋友救女，对吧？救那个女朋友啊，然后好基友帮助这个对吧？帮助自己救女朋友啊，等等啊，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甚至呢还有一些什么动物啊，什么一些特殊的机器人，乱码七糟的。这闯关游戏千篇一律啊，而这个闯关游戏是绝对他妈的公平。我来这里啊，就一共重申3件事儿：公平。公平还他妈是公平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共有3个主角啊，这3个主角呢，大家伙都知道啊，一个是小蓝，一个是小绿，一个是小黑。我最先解说的是小黑的一命通关，然后呢，这小黑是这里面最暴力的人物啊，然后这也是超级厉害的，因为黑人就是在那个你也大伙懂的，黑人的话，这个身体素质啊都是倍儿棒啊，无论是拼这个。拼这个对吧？这个跑步啊，无论是时间长还是时间短，啊，对吧？无论它是那个强壮还是长度啊，都是非常厉害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儿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总体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这个做的是小绿人的2周目，这次也是做这个小蓝人的一命2周目。这个一命2周目的话呢，这个游戏啊，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呢，还是挺难的啊。老手的话，由于这个游戏它的节奏特别的快，这个作为闯关游戏啊，你会发现啊，就是如果你一旦节奏掌握不好，就被这个小怪啊什么直接就是包围了啊，所以说挺难的啊。大家伙不要以为这个游戏简单。然后呢，这个游戏为什么说公平呢？就是说，一共一个女的，这个女的身材特别的好。哎，怎么说呢？就是刚开始被摩托车这个抢走的那个人是整个这个黑社会组织的这个2号头目啊。当然他有一个超级头目啊，大家伙知道吧？就是最后打败他之后，咱们就开始2周目，然后2周目打败之后呢就结束了啊。大家伙能理解吧？啊，什么叫2周目呢？就是说有的游戏是无限玩啊，无限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玩完1周目通关之后可以继续玩，然后呢再通关还可以继续玩。啊，这无限了，这种比如说很多人说玩什么铁锅船长啊什么的，还有很多 FC 游戏啊就无限重复了，这个就不做过多解释了啊。那么如果说是就这个街机游戏呢，大多数啊99%的街机游戏都不可能会让你这么玩的，因为你要知道街机游戏是什么呢？是给你用一个币，对吧？一个游戏币玩，你就是浪费你时间的。咱们看这个小妹儿被绑着，那个捆绑非常的色情啊，你看没看见啊？非常色情的啊。反正总之，那大家伙知道啊，这2周目呢就是完事儿了，就可以了。而这个游戏呢，就无论怎么样啊，就是说只要你选什么人物，只要打败了这个最终的 BOSS， 那么你你救的这个妹子就以身相许，对吧？就你要知道啊，救命之恩是不能不报的，对不对啊？对吧？这个女的说，对吧？这个阿银啊，你知不知道蒙面加菲猫是谁？那对我真的不知道，大姐啊，对吧？你说谎。啊，他一定是一个我认识的人，猜得好啊，猜得好，他是一个知恩不图报啊，不忘报的奇男子啊，非常的凶啊。好，这人家摆个摊你也要打啊，真的是服了啊。好，看看捡起来。其实搭这个游戏在某种意义上还带这个追地的系统啊，也是挺新颖啊。很多游戏不带追地。这个小兵倒在地上啊，就打不了了啊！你看像这个追地挺好的，对吧？你像《三国战记》也有追地，像《西游赊传》也有追地，对吧？你这个游戏，你很多游戏打倒了，尤其是有一些妹子啊，打倒之后跪在地下啊，比如说怒之铁拳，我就不点名了啊，就跪地下，然后呢，他求饶啊，你打他你也打不了，你不打他回来捶你啊，你怎么说啊？好啊，感谢我们的这个酷的小狼，还有我们的新哥啊，一人一手办卡支持我了啊，可以的啊。这个游戏音乐声音变大啊，游戏音乐声音我已经好，这就是调到最大了，基本上啊，其实我还可以调到最大，但是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游戏音乐确实可以的啊。好，披萨这个不是打这个女的，她是啦啦队，你 A 她一下之后呢，直接就把披萨给吃掉了啊，这也是游戏当中的一个彩蛋，不是所有的宝或者所有的小贩都是可以打的。好，来看看。
但是他全程就这么一个动作啊，就是这么个动作啊，这个动作，这我也会啊，这个动作啊，这有什么的啊？我真是我吹牛逼，我要是这个身材，我告诉你，我要是这个刚才这个异域风情这个身材，我现实生活中真的我得交个300-500个男朋友，我告诉你。啊！我要去夜店，我告诉你，没有1200块钱，不可能叫我陪玩的，好吧？啊，好，我看看这背后是厨房的啊。这个游戏严格意义上没有这个打 BOSS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无限连，它有无限尾连啊。无限尾连的话呢，就是你打4招，然后他反抗的时候呢，你躲一下，躲完了之后，对吧？你再进行跟他就打就可以了啊。就好比就是什么呢？真的啊，我要是现实生活中，我要是对吧，我要是个女生，我真的我现实中这些朋友都在让我霍霍了。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我口中兄弟们的前女友等等，对不对啊？哎呦哇，铁头功，这明显是有点兽人的感觉啊。反正呢，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游戏它公平就在于，只要你打败了，对吧？你救的妹子，妹子就会跟你走。啊，对吧？妹子就会跟你走，这个非常公平啊！就那个什么快打旋风，啊，快打旋风是真的不科学，对吧？老爹救女儿，天经地义，啊，小红人救女的，凭什么就一定要跟那个小白啊？就为什么，对吧？然后双截龙救玛丽安，那你说那比利和杰米，你这两个人，你总不至于兄弟连吧，对吧？对吧？你总不能兄弟连吧，对吧？你这个就很难受了。而且两个人的功夫是一样的啊，你不像这种游戏的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对吧？你再看怒之铁拳啊，有壮汉，对吧？怒之铁有最经典的2代嘛，有壮汉啊，有这个男的女的，对不对？然后怒之铁拳3更离谱了啊，更离谱了，他就开始上升到没有爱情这个说法了啊，这个就有点嘚了。我跟你讲啊，很多好的电影、好的游戏就是什么呢？就戏不够，爱情凑，哎。这个爱情啊，很多人就可能问我小狼什么是爱情，在这里跟大家伙说一下啊，爱情呢不局限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种谈对象似的啊，哎，按照我们宏观角度来讲，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咱们是编剧，你就可以把什么当成爱情呢？你把那个，比如说友情也是爱情。很多人说，哎，小狼，你说那是同性恋吧？啊，不对，啊，它是同一个仇，哎，它是这个是亲情。啊，也是，还有羁绊，还有那种就是，对吧？这个忘年交，啊，是吧？啊，这都有啊。这但是呢，你最直白的，对于我们少年，你要知道这个做游戏啊，大多数是给什么人玩的？给少年人玩的啊。你说这个少年，他向往什么呀？对吧？向往的就是青春美好、花季雨季的时候啊，对吧？我们隔壁的班花，是不是？那我今年去上海。我今年去上海，我在上海，在一个夜店，那个夜店叫什么我都忘了，反正死贵的啊。虽然说不是我消费，我哥们消费，我哥们现在啊，这个是活得比较好了。从以前刚去上海只有3500块钱起步，到现在已经是年薪，对吧？200万左右了啊，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股票什么的啊，这个就很厉害。那他花多少钱，我是对吧？我就这个意思。但是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啊，他的青春找不回来了。我们去夜店的时候，人眼瞅着这个条幅上写的，对吧？那你看，啊，你说现在你还记得你初中或者高中时候的班花吗？还记得你大学时候的系花啊、校花吗？记得吗？哎，不用怕，现在你可以花对吧1-2千块钱就可以体验一下子啊，对不对？是吧？你这个就一下子就这个活通这个啊，一下就活通这个脉路了啊，瞬间这一下花了那1-2万，你说是不是啊？好，这哥们是火箭飞行兵啊，这火箭飞行兵有点东西啊。啊，一顿左右摆拳，抓过来 A 2下一个摔追地，他这个只能追一下的感觉啊。其实你看那个忍者棒球也可以追地。但忍者棒球打的那个打击感啊，就是比较浮夸。这个游戏的打击感呢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梗，它属于比较梗的那种，有点像快打旋风。什么有点像拳拳到肉的那种感觉啊？跟大家伙讲一下，什么是拳拳到肉的感觉？拳拳到肉的感觉是，就是比如说像恐龙快打呀，
啊，甚至有一些血腥方面的打击感的那种游戏也有啊，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像什么《月华剑士》啊，当然那是格斗游戏啊，咱们就不多解释了。传高游戏方面上呢，还有什么呢？咱们看过那个，大家伙儿都看过，像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惩罚者，对吧？惩罚者的打击感就偏脆啊，打到人身上特别的脆啊，特别的紧促啊，特别快。而且呢，看起来没那么疼，但是又觉得，哎，对吧？因为他打血少嘛，尤其是拿枪打的时候啊，对吧？都是挠痒痒，对吧？好，我们看看直接进屋吧。这个游戏的音乐是蛮好听的啊，但是呢没有用啊，因为音乐呢，小的时候我们玩街机游戏啊，很少有人能听到音乐。一个游戏的音乐大小呢，它是在主板里面是有调的。一个街机啊，就它同样的一个机板，对吧？它这个游戏调的游戏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熟知啊，有很多游戏的声音特别的大啊，咱们不跳舞机那个不算啊，因为那是特殊机型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赌博机也不能算，也是特殊的机型。什么游戏呢？初始声音特别大呢？合金弹头系列、恐龙快打系列啊，就这两个游戏的声音特别大。就很多人说，那还是老板可以调，这个不假。如果在硬件这个固定的情况下，如果硬件的声音就这么大，那么一定是这两个游戏的声音是特别大的啊，一定是这两个游戏声音特别大。所以说，而且呢，一般游戏厅啊，这个你也知道，租一个游戏厅，这个屋子吧，特别的难租。那个时候呢，咱们国家的这个文化部啊，其实也是半步不让啊，就说白了，有点生怕这个误导青少年，对吧？咱们就可能说白了有点灰色产业啊，就是说难听点，那怎么办呢？啊，那没怎么办，那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偷着干。那它这个地方不宜过大，所以说挤到满满的一个屋子里面嘛，就特别的，就这个声音啊，特别的吵，所以说你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声音的啊。小狼解说系列，那我更新太慢了，我只是这两天没更新那个别的游戏啊。我前一阵做97比赛做的太多了，所以说最近要补一补这个闯关游戏。好，哎，你看这个小狸猫啊。说句实话，这个人他的体脂率应该是低于10%的。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体型，他的体脂率应该是低于10%的啊。我现在呢有一个小小的目标，我想让自己的体脂率变低于15%。我现在我估算我的体脂率应该是20%左右，所以说我想要低于15%，让自己有这个肌肉啊，但是又不显得那么有点像什么施瓦辛格那种啊。我就是说普普通通的，对吧？这个稍微别那么瘦，看起来没那么面，有点肌肉。但你像刚才那个人啊，他体脂率肯定低啊。你们知道那个演那个什么的，演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三国啊，不是三国去了啊，就是那个叫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吧啊，就是那个吴京推荐的那个教官那个人是吧？那个人啊，他体脂率是8%啊，他非常厉害的啊。好，感谢我们的西哥啊，我们西哥啊，一手飞机为我狼今天打开局面啊，直接为我狼打开一手局面啊，没什么好说的啊，非常的够意思啊。这真金白银就不说了啊，可能这两天也是想我了啊。今天晚上呢，我们是要解说到10点，然后就要换成那个斗鱼直播助手，给大家伙直播什么呢？直播那个今天晚上的节目是一个猜歌啊，是一个猜歌，然后又一首那个他们唱歌我当评委的这么一个设定。当然啊，跟大家伙讲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它不是特别的。啊，就是大家伙娱乐一下就好了啊！都为了娱乐嘛。我狼呢也有这个火箭拿，虽然说火箭没有参赛选手多，但是可以有的啊。好，我们看看，先不扯这个事儿。那么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第一周目呢，理论上来讲啊，基本上所有的游戏都是一周目呢是比这个2周目啊要简单的。我们先看看1周目的这个路子，这哥们是锅盖侠啊，锅盔侠，而且长得非常逗啊。他们这里每一个这个坏人头目呢，我都个人感觉到啊，就是都是比较搞笑的啊。你看又有什么那个剪刀啊，大钳子，像这个锅盖侠，像那个健身侠石化男啊，健身侠，还有那个大长毛小蓝人啊，对吧？等等的啊，都非常的赖啊。好，一顿小旋风啊。那个节目其实不是我主持啊，
那个节目主要的是那个天哥啊，那个雕霸天他主持，所以说我就是去实习学一学内容啊。以后如果我办的话呢，这个咱们斗鱼官方也是会支持咱们的啊，我办的话也可以的。到时候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主持了啊。昨晚节目，反正我是觉得还好吧，它还是局限于这个线上了。如果是线下的话会好一些啊。这个就是真正的综艺节目呢，其实是需要一定的彩排，需要一定的剧本的。就是我实话实说，你为了节目效果好，一定是要有一个大纲，有一个范本啊，有一个梗概，最起码得有。而这个有的时候该演是要演的啊，但是呢啊，这个你像咱们线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法，你比如说抢麦，比如说麦克风有回音啊，还有一些这个有的时候吧，可能是沟通不准确，然后拖沓的问题，对吧？这个就很难受啊。如果让我做线下的节目，就算我做的很粗糙的话啊，或者说一些节目的话，我会有一些公示板，可以找一个书记员，然后专门记录一些关键信息啊。最起码我跟你们讲啊，做综艺节目是给谁看的？做综艺节目是让这个参赛的选手玩吗？对吧？是让主办方开心吗？不是的，对吧？做综艺节目是要让观众开心的，大家伙能理解吧？好，你可以看到锅盖侠是上一关的 BOSS 啊，咱们抢走咱们的妹子的是这个啊，是小绿人，黄毛小绿人，但是他也不是最终 BOSS 啊，你们懂的。最终 BOSS 呢是一个变身侠。当然呢，一周目的速度特别快啊，你们也看到了，一周目呢简简单单，也就是说。20分钟啊就结束了。那2周目呢用多长时间呢？也是20分钟啊。好，可以看到这游戏机，这游戏机玩的什么？南极企鹅、沙罗曼蛇。你看，南极企鹅加沙罗曼蛇，而且这里面你也看到了，有很多妹子被关在这里面。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拐卖妇女的一个基地啊，有点像类似于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飓风营救啊，但是这里面是男朋友去救，不是当爹的去救。哎，一顿雷，哇，怀中抱朱砂。这是倒卖妇女，这个一般好的给一个戒指，这个给戒指这个妹子啊，我感觉长得比咱们的女朋友还好看的，我实话实说的啊，你懂的啊。好，感谢我们的瑶光哥一手办卡支持我了。正常吃饭就得吃蛋白粉啊，就得吃蛋白质，多蛋白，然后多蛋白，低脂肪，或者说是可以吃那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啊。可以吃不饱和脂肪的，比如说动物脂肪，尤其是鱼类的脂肪，对吧？你多吃一些鱼类的脂肪，然后多吃一些这个啊，就比较好的啊。然后这个倒卖这个女人啊，也不是说妇女啊，兄弟们，我们管这个叫拐卖妇女。这句话说的，可能现在很多人误会了啊。妇女并不是说结了婚的女人，或者说你年龄大的女人叫妇女啊。妇女呢，其实就是只要你成年了就可以叫妇女啊。但是我们个人感觉啊，就是你比如说拐卖孩子是为了有的时候为了乞讨，有的时候为了是卖孩子，然后到乡下，然后对吧？这个然后有的甚至就是为了人体器官了。好的，可以看到，哎，妹子被绑住了，一个铁锤，就那一个铁锤是什么做的啊？那么沉吗？他那个铁锤有点像超人，超人不是有一集大家伙看过吗？超人有一把钥匙，他那个门必须得用这个钥匙才能打开。然后它这个钥匙呢，就放在门口，因为那个钥匙的那个成分可能是用那个中子星的，还不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啊。那个钥匙很沉很沉，根本就没有谁能把它举起来，只有超人能拿起来啊。他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就刚才那个大铁球绑的那个女的，就那么大个铁球，我操你要说陈国汉那个铁球给他绑住，我也就信了，好吧？啊，好，感谢我们的歪孬的人给我狼赠送的2手办卡。好，变身，哇，不是这个，不是说变身了，这可以像雷霆万钧的感觉了啊！拐卖小狼，拐卖女人呢，有人体器官，有卖给人当媳妇儿的，对吧？有卖给人当媳妇儿的，还有什么呢？卖去当妓女的，啊，有很多，就是到现在为止啊，全世界啊，你还真别说，就咱们国家，这个人口是失踪啊，还是比较少的啊。你看，尤其是东南亚，或者说一些，你看咱们看那个飓风营救什么的啊，有很多，你就无论你多漂亮，地位多高，好，哎呀呼，哎呀，let's get out here， 好，这2个人眼瞅着啊，说白了啊，你看，哎，他俩开车，然后咱俩坐后面，就是你选什么人就谁是，对吧？虽然说咱们还是套用了什么呢？套用哪个壳呢？就最佳女婿。啊，就是莫少聪
啊，这个周星驰还有张学友吧，还不是什么的啊。然后呢，跟那个黎姿啊，他们啊，是吧？大家伙看过吧？啊，我忘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张学友啊。然后呢，来二周目直接开始，一上来又是被抢走了啊！我为什么要说又呢？好的，我开车，然后我出来，这个他俩不知道跑哪去了啊，他俩可能是有支线任务了。总体来讲呢，这个游戏啊是3个人可以一起玩，那么我们就再猜想一下啊，如果3个人一起玩，是不是谁打死的 BOSS 他亲谁啊？或者说是谁对吧？我感觉就是谁打死的最后一关的 BOSS 他亲谁，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如果没有猜错啊，是张敏。啊，是张敏 ，sorry， 猜错了，记错了，张敏。好，那当然呢，你看咱们拐卖啊，然后呢，咱们大家伙不要觉得男孩子就比较好了，是不是？早在对吧几百年前，你们懂的是吧？卖这个贩卖黑人奴隶，还有黄种人去那个对吧？去那个美国去挖矿啊，是不是啊？咱们当时不有这个金山？为什么现在叫旧金山是吧？对吧？那时候说那个啊，去淘金啊，后来你也知道啊，说白了跟当奴隶没什么区别，对不对？啊，是吧？这些亚裔的是吧？啊，咱们就说这个意思啊，就说这个意思。那现在咱们玩的是2周目了，你也可以看到2周目跟1周目呢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我个人感觉啊，肯定是 AI 啊，或者说某些设定加强了啊，肯定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好，你看那个还是骑的摩托车，它都有这个背景啊。最开始呢是由咱们的最后一关的那个倒数第2个 BOSS， 就是刚才骑摩托车的那个小伙啊，一个非主流，他把咱们的女朋友给抢走的。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吧，虽然说是一个拐卖妇女的这么一个团体，但是作为黑社会啊，咱们打击犯罪是不容姑息的啊，对吧？是不容姑息的啊，你懂的啊。好。但是吧，我们感觉现在有很多这种商业片啊，这种剧情片都拍烂了，就是包括游戏也是。你们盘点一下啊，双截龙咱们有，当然啊，说咱们有救这个玛丽安的，也有不救玛丽安拯救世界的。总体来讲啊，分为几个原因。第一啊，打击犯罪拯救世界啊；第二对吧，也是打击犯罪拯救女友啊；第三救朋友。你像怒之铁拳呢，就第2部他就是救谁呢？救那个黑人。啊，应该是救那个黑人，那黑人是被抓了，大家伙知道吧？啊，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呢，啊，就是比如说恐龙快打，恐龙快打呢，虽然说是打击犯罪，但是它拯救的是什么呢？拯救的是啊，这个后工业时代，拯救的是恐龙，拯救的是一些对吧？这个无辜的这种啊生态环境啊，破坏环境啊。好，这个又是头盔侠，但是感觉没什么变化，打4下之后，你看又是打5下一个反击。一顿左右摆拳 ，BOSS 的 AI 没有任何的成长啊，感觉非常面的啊。这是什么版本啊？暴风小子原版的啊。这个游戏由于太过于冷门，以导致内分泌有点失调，就是没有多少人这个做这个变态版。比如说你像忍者棒球，对吧？很多人就知道啊，忍者棒球虽然说它并不是特别经典，但是它实在是不算是冷门的，因为呢玩的人真的不少，因为它对于新手特别友好，所以说很多人有做1v4版，有做1v8版，还有做变身版。啊，对吧？像恐龙快打有做无双版啊，有做这个1v3版，还有做一些什么勇士版啊、斗神版啊等等的，对不对？这是太经典的问题。三国战记也有，那这个冷门游戏没有人做啊，它就是原版啊，就是这个意思。极速追杀之还我狗命，对啊，这个极速追杀呢，其实呢，我个人感觉有的是讲这个规则的。说白了啊，要说这个极速3部曲啊。这个我感觉它有这么一个设定啊，极速的这个3部曲呢，其实它还有一种这个职业上的一个责任。什么叫职业上的责任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杀手，咱们看那个杀手47，或者说你是一个特工，咱们看碟中谍007，还有谍影重重啊，你就要把这份职业显得淋漓尽致。咱们看那个日本的一个电影叫《李狗嗨》，对吧？就是那个胜利即是正义，对吧？就是芥雅人扮演的那个律师。对吧？你别跟我说什么道德啊！虽然说呢，这个人他本质上并不是特别坏的人，他就是贪财贪色。但是这个芥雅人扮演的这个律师，大家伙都知道啊，对吧？他作为一个律师，无论你谁找我给你辩护，我是律师啊，我就哪怕我知道他是个坏人，但是我接了这个活，我就要把律师做好。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觉得不理解，就跟广东第一宋诗荒唐镜一样。但是咱不能对吧？咱不能拿那个事儿来。
来打击咱们的这个道德观啊。但是呢，就是说他想表达这个剧的意思呢，并不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可以看到，又是坐在火车上，这铁道游击队啊，然后中间分开了，哎，中间分开了。你说你摆什么 pose 呢？你就直接你就追着就好了啊。这个游戏要暴增小子啊，感觉这个游戏时间不太够用，你看没看见？这瞬间这 time 就剩21秒啊，让你快速过图啊！这个游戏有一定的恶心的地方，这时间过得很快啊。哎，这个人打完之后有这个头，哎，会扭一下，有点像机关一样。咱们看那个头上有点绿的老板，身上穿的破破烂烂，还是个露肩装，这也是一个对吧？一个彩蛋。这还有这个黑人的这个种族天赋啊 ，rap， 这音乐背景是挺好的啊。一会儿咱们还会看到那个拉面女神，就那个，这拉面女神那个太狠了啊！哎呦，这个女的，其实这些妹子长得不错啊。好，来了，好，哎，这不就是拉面女神吗？啊，这兰州来的啊，这是兰州来的。我说句实在话啊，后面还跟着一只小老虎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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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对，老黑是这个游戏当中最暴力、最快速的角色啊。那这我是这么感觉的。好的，可以看的啊，这个咱们这游戏好像没有什么讲命的系统，一顿勒，哎呦，这有难度啊！不要小看这个游戏。好的，杜如，赶紧杜如啊！这第2周目比1周目难了不少，对吧？虽然说单挑 BOSS 还没多少难度啊，但这个小兵的 AI 啊确实是增加了啊。我知道是那个小喵，但是我就说小老虎，它不香吗？对吧？你看这个小老虎还在这儿，你看它明显就是老虎的这个形象。好的，单只手就能把一个妹子夹住啊！你别看这人长得瘦瘦的那个 BOSS， 但是还是有点臂力的啊！我就看那些网上结婚然后整蛊那个伴郎伴娘的啊，公主抱那个伴娘，然后做深蹲。啊，什么伴娘坐在这个自己身上做俯卧撑什么的，哎，真事儿啊，挺有意思。游戏有这个游戏吗？大哥，你屏幕正下方写着邮局游戏平台，然后你跟我说邮局有没有这个游戏？大哥，这个小兵搁这睡觉呢啊，搁那睡着觉，对吧？哼着歌，突然就被你2脚踢死了啊！你说他惨不惨？好，哎，看那个挂着的那个录音机，挂着那个录音机，咱们 A 一下也可以直接吃的，非常帅啊！其实我想说，这个妹子，这个 Lisa 长得就可以啊，对吧？啊，虽然说长得不知道怎么样，但身材是非常好啊。追地，哎，这个追地太爽了，嘟，摆拳。这个摆拳也是怒之铁拳系列的专有的一个东西啊，一个摆拳的效果。带着紫色的佛珠，这个一看这个佛珠啊，佛珠是紫色的，我就想起那个就是那个徐克这个导演的那个电影叫《青蛇》，就是那个大威天龙世尊地藏啊，般若诸佛啊，般若八毛红啊，对吧？就那个电影里面最开始抓的那个蜘蛛精，就是那个艳阳天，那个风光好，红的花是绿的草，我大乐乐呵呵向前跑，踏遍青山人未老啊！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啊！就那里面那个紫色的佛珠，对吧？你们看的像不像啊？
你姐结婚时，一个伴娘就被你姐夫的朋友一顿摸，啥也不用说，就是一顿摸。你们那个习俗不太好啊。我们这边这个婚闹习俗也有啊，现在这2年就是少了点，但前几年有什么呢？就是打伴郎啊，也不是说打吧，给他绑起来啊。所以说伴郎那个一般都是那个小老弟儿，然后玩得开的就多给点红包，是吧？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太狠了啊！啊，这明显你看这是炼钢厂的感觉啊！这就是这里面好热的，我想说啊，这个地图看起来就热，应该来一碗冷面啊！应该先来一手冷面来搞一手事情。噔噔噔。好，捡起来。哎，它捡起来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前冲往前冲，然后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的东西打出来。比如说是一个补血的话就特别有用了。不过这个 boss 好像没有，就是你打 boss 没有小兵，没有小兵的 boss 感觉就是跟没有是一样的，兄弟们。没有小兵的 boss 啊，就是锤子。好，追地。再打再追，这 A 这4下打追地这招啊特别爽啊！1、2、3，一摔追地。他这用血杀来起手，有点像那个恐龙快打的样子了啊！一个血杀，然后让自己血杀之后有一个小短暂的无敌，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效果。哇，死得太惨了！直接就掉到了那个融化的这个液体里了，对吧？看到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那个新少林五祖，对吧？新少林五祖里面那个咱们看那个马宁儿啊，变身成为刀枪不入的那个毒人之后，最终不是掉到那个炼制蜡的那个池子里面，我想一想都疼啊！好，这个小猫，你看这个小猫和这个长毛狗，这个长毛的狗叫什么呀？我不知道它什么品种啊。但那个小脑斧绝对是特制的，肯定是被化妆了。有的游戏还是有一些非常搞笑的彩蛋的啊。嘟，哇，这明显跟一周目完全不一样啊！这个 AI 兄弟们真的不一样，判定点都不一样的感觉。终结者的 T1000。小曲儿太嗨了啊！好，好，再摔，捡起来。这个我感觉这个游戏啊，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啊，让我们来看一下它游戏剧情啊，就比较简单。你看，首先呢，女朋友被抢走，是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老大呢是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孩子，当然可以变身成为一个壮汉。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尽管呢幕后黑手是这样，但是好人永远是正义必胜的啊，对吧？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电影一定要讲正义。很多人说小狼，你看这个游戏，很多游戏有的时候游戏可能是，对吧？有一些对吧不太好，说那个结局不好，坏人赢了。但是呢，它一定是正义的啊。咱们可以有下一步，或者说是怎么样。有的游戏是不完美的，比如说你像这个怒之铁拳3，它就有3个结局啊，一个是不完美路线的结局，一个是完美路线的不完美结局，还有一个是完美路线完美结局。那对吧？它是一个让你选的一个结局，当然这个完美结局呢也没显得多好啊。咱们就是正义是一定要向着正义的就好了啊。包括咱们看那个，你像三国志2，它就有这个赤壁之战里面，你可以选择放曹操走和不放曹操走，对吧？啊，这个就很屌的啊。啊，这一堆鱼可以渡无，一猜就是啊。忘了怎么换牌子了，大家伙儿帮忙。
感觉这个新哥这个牌子有点蒙圈了啊！哎，你看这小曲儿，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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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现在不能拿历史来看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比如说，你像咱们编剧，游戏也是需要编剧的啊，游戏也是需要编剧的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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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慈郎啊。风暴小懒，什么小懒子？什么风暴小懒？好，来，这里面还有一些分儿啊，这个分儿，这个游戏我感觉应该是可以考虑怎么摊分，但是你2周目不知道怎么说了。来，锅盔侠又是你，可以换的啊，至今就可以换啊。好。你就是这个 BOSS 设计的起身投技无敌，对吧？没有反击，这就你说是忍者神龟，但它明显是锅盔侠吧？哇，秀了一手，这招好赖啊！这招啊，举起一个箱子你打我，然后箱子把他砸死了。咱们这个大神还秀了一手啊，他这操作者是这个棒子的小号，上次我们解说的小绿人也是他的。啊，也是他的。给狗绑摇杆上，狗都会练，太伤人了。啊，不伤人，这玩意儿就是会，对吧？难了不会，会了不难。而且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的不难的啊。就这招，就职业选手来讲，他练10000次可能能失误5次，我告诉你。当然也还是实战当中，如果说是站着一个死人站那不动，那随便了。好，这个地图感觉不太一样啊，你看，真的不一样的，地图设定也不一样了，这个地方好像没见识过啊。好，一顿左摆拳右摆拳，你看第一关的 BOSS 戴头套拿狼牙棒，第2关 BOSS 是一个保安啊，拿着钳子。是吧？越往后越来，你看健身男，每一个 BOSS 都有一个图腾，有一个照片，还是拿框裱起来的啊。说句实话啊，这个组织对于自己的这个部长啊，这个应该叫做什么来？咱们看那个那个叫什么《一拳超人》里面，怪人协会里面啊，推荐你当什么，对吧？推荐你们啊，推荐这个怪人当干部啊，叫干部，对吧？这个日本人叫干部啊。比如说你像那个日本的公司啊，最大的叫一个公司，无论它多小啊，最大的叫什么？叫社长，对吧？啊，叫社长。社长下面有部长啊，是吧？啊，经常我们在日本电影里面会看到一些部长，比如说女性的部长啊，然后呢，这个女部长呢，平时工作非常的严厉啊，非常的严厉。然后呢，这个啊，你懂的啊，严厉了之后呢，这个部长呢。就跟这个下属2个人去喝酒，然后突然一改这个严厉的这个效果，然后瞬间变得温柔起来，对吧？瞬间变得非常的温柔，啊，然后呢就2个人对吧？就喝多了之后呢，就去这个酒店，去酒店呢就发生了一段只有成年人才能做的事情啊，对吧？这个大家伙都了解吧？啊，哎，这个剧情你们懂的，还是给一个戒指。然后呢，这一晚上给这个男的霍霍的够呛。霍霍完了之后呢，这个女的呢就上班了，男的呢起床起晚了，结果呢迟到了不行啊，部长就要惩罚他啊，然后呢未完待续，对不对？哎，这个是有这个的啊。我最近看的那个电影应该就是日本的金牌女演员啊，奎斯，还有那个叫小岛男，还不是叫小鸟什么的，我忘了啊。好，这个 boss 说白了啊，没那么对吧？没那么厉害，他不是打了针就是吃。我们看，说句实在话啊，
它叫啥？它叫红色星期五吗？我想问问。哎呀，差一点。那个剧情啊，小岛呢？哎，那个剧情怎么回事呢？那个剧情是这样的啊。首先，那个奎斯啊是金牌销售，啊就说白了就是一个金牌女销售。然后呢，那个小岛男是那个是部长啊，是部长。然后他俩呢，一个是金牌销售，一个是部长啊，都非常的有在公司里面都非常的有权限。然后这个啊，对吧？然后这个小岛男呢就组织了一个公司团建啊，这个团建之后呢，你们也懂了，最终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俩说啊，这个对吧？我们的阿娜达越来越不行了啊，我买了一板药啊，这个药呢可能会生津什么的生津止渴之类的，反正是就给他吃了。吃完之后呢，就你懂的啊。半夜还得再叫一个外卖啊，然后再给他酒里面，对吧？日本一般都喝那个什么朝日，或者是喝什么麒麟或者三得利差不多大概就是这些啤酒吧一般都是朝日喝朝日往酒里面再下这个药，然后这个男的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呢一晚上10来次好，咱们看看已经救了2次了这个 boss 真的难打了，兄弟们，真的是难打了。一个血杀，他死了必须得走到那个，他必须得走过来，你看，他必须得走到这个地方掉下去，一个撑杆跳，我们看看妹子看看妹子刚才是被绑到球上的，她手是拴到那个铁球上的，她是怎么挣脱的？我不知道，don't know。那我也只能说，刚才那个 boss 可能是有魔法，这个 boss 一死，魔法禁锢消失了好，看看又是救妹子走了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呢，游戏就是这个游戏。在片子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